今天这个期节目，我们要讨论一个听起来像是哲学的问题，但实际上存在严格的数学定理支撑的物理学问题。这个问题是，只要时间足够长，宇宙中发生过的一切会不会重新重复发生？你现在坐在这里看视频，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你这个姿势、这个房间、这个画面，会不会在遥远的未来完全一模一样的地方再次出现？你死去之后，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你这个人，你身体里每一个原子的排列，会不会在宇宙的某个角落或者某个时刻重新组合出来？这听起来要么是玄学，要么是疯话。但我要告诉你，有一个真实的数学定理，在特定条件下，严格证明这件事是会发生的。定理称为庞加莱回归这个定理，而这个定理的结论和热力学第二变量拓扑增益增量变量直接打架。这件事怎么能同时成立？宇宙到底会不会回到原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彻底搞清楚的事情。我们先从庞加莱回归定理本身说起。1890年，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在研究力学系统的长期行为时，论证了一个定理。这个定理说，对于一个有限体积的能量守恒的封闭力学系统，系统的状态会在无限长的时间之后，无限接近于它之前的任何一个状态，包括初始状态。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系统就会回来的。不是大概会，不是可能会，是一定会，而且会无数次的回来。这个定理的证明依赖的不是什么深奥的物理洞察，而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数学运算，是用测度论里的一个结论，叫做测度守恒。我们来把这个公式说清楚。想象你有一个机械系统，这个系统所有可能的状态可以用一个称为相空间的数学空间来描述。什么叫相空间？对于一个系统里的每一个药剂，它的状态由执行数描述，一组是它的位置，另一组是它的动量，大致质量乘以速度。把系统里所有药剂的位置和动量全部上示来，就描述了这个系统在某个时刻的完整状态。这个完整状态对应空间里的一个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的状态不断变化，相空间里那个点就不断移动，画出一条记录。现在，庞加莱证明了，对于一个满足条件的系统，相空间里的统计不可能永远远离它的起点。它的运动是被限制在相空间的某个有限区域里的，就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苍蝇，不管怎么飞，总归在笼子里飞。时间长了，俱乐部飞回到原来待过的地方附近。更严格的说，庞加莱证明，除了一小部分测度稳态的例外状态之外，相空间里几乎所有的点对应的记录，可以无限多次的回到出发点的任意小领域内，测度为零。这里的意思是，这些例外状态的集合在相空间里所占的体积是零。究竟，如果你随机选一个初始状态，它是例外状态的概率是严格的零，所以几乎所有的皇室状态都会回来。这个定理数学上无可突破。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定理是真的，那它和热力学第二变量熵肯定会增加，不会自动减少的变量是不是矛盾的？因为如果系统回到了初始状态，那熵就减少了，这不就违反了热第二波动吗？这一矛盾在历史上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1896年，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策梅洛就用庞加莱回归定理对波尔兹曼的统计力学发起了攻击。波尔兹曼是热力学第二波动的基础人，他用统计力学解释了股市会增加的原因之一，把热力学第二波动建立在少数随机运动的基础上。策梅洛说，你看，庞加莱回归定理告诉我们，系统会回到初始状态，熵随之降低，这直接取代了你的热力学第二次行动，你的理论有根本性的错误。波尔兹曼是怎么回应的？波尔兹曼的回应是，这是最重要的数学运算之一，而且这个运算直到今天都是我们理解的热力学第二算法的核心。波尔兹曼说，你说的没错，庞加莱回归是会发生的，熵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确实会降低，确实会回到低熵状态，但是你有没有算过要等多长时间？
这就是今天节目里最关键的数字要出场了。庞加莱回归时间是多长？对于一个由大量粒子组成的宏系统，庞加莱的回归时间长到你无法完全使用任何日常的参照物来理解。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杯气体里面大约有10的23次方个分子，这个数字叫阿伏加德罗，大约是6000亿，是一个非常大但气体对来说很正常的分子数。这杯气体的庞加莱恢复时间大约是10的23次方秒，不是10的23次方秒，是10的23次方秒。这个数字是一个指数的指数，大到完全超出人类语言的描述能力。我来给你一个参照，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换算成 S 大约是4乘以10的17次方秒。宇宙的年龄是10的17次方秒，而一股气体的庞加莱回复时间是10的23次方秒。宇宙年龄相对于庞加莱回归时间，就需要一个原子的尺寸相对于可离开宇宙的尺寸，这个比例还要再套无数层，套到你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差距状况。波尔兹曼的意思就是，你当然没错，系统会回来，但需要等待的时间比宇宙的年龄长得不知道多少数量级。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回归永远不会发生。所以热第二法则说的熵总是力学增加，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学法则，而是一个在任何实际的时间尺度内建立的压力倒性统计规律。在宇宙的有限生命里，熵只会增加，这是实际上的铁律。但如果你有无限长的时间，熵就会下降，但你需要等的时间比无限长必然无限长。这就是波尔兹曼的齿轮，他用这个齿轮把策梅洛的攻击给挡回去了。但是这种运算带来了一个新的难题，一个直到现在仍然让物理学家们头疼的问题。这个问题来自波尔兹曼大脑，只要给了足够长的时间，系统可以自发地从高熵状态回到低熵状态。那么在庞加莱回归时间里，宇宙里的物质理论上可以自发地随机认知出任何低熵结构，包括一个完整的大脑，带着完整的记忆和意识，在虚空中只要空出现。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从统计力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事件的概率不是0，只是极小。而在庞加莱回归时间这个量级的时间里，极小概率的事件是会发生的。这个凭空出现的大脑就叫做波尔兹曼大脑。问题在于，如果宇宙的时间足够长，波尔兹曼大脑出现的次数可能会像我们这样通过正常的宇宙，从而产生有意识的观察者。现在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波尔兹曼大脑？没有正义。也许你不是真正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也许你之前有一个填充物在虚空凭空出现的大脑，承载着所有那些记忆，那些记忆全是的，但你只是一个随机认知的低熵结构，你之后就会随着热力学的推进而消散。这不是哲学玩笑，这是物理学家们在认真讨论的一个阳谬。因为如果一个物理理论预示波尔兹曼大脑的数量多于正常观察者的数量，那这个理论从概率上说，就在预示我们最有可能是波尔兹曼大脑，但我们明显不是。所以这个预示和开始不符，理论存在问题。这个逻辑被用来约束宇宙学模型。有些宇宙学理论，比如某些版本的永恒爆膨胀，就因为会产生太多波尔兹曼大脑而被认为有问题。好，我们先把波尔兹曼大脑这个话题放一放，回到今天的核心问题，宇宙这个系统能不能应用庞加莱回归定理？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庞加莱回归定理要求系统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系统必须是有限的，既然它的相空间必须是有限体积的，或者等价来说，粒子不能跑到无限去远处。第二个条件，系统必须是能量守恒的，既然没有能量从外部输入，也没有能量外部散失，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第三个条件，系统的出现必须是可逆的，供给控制系统的力学方程，在时间上必须是便宜的。经典力学满足这些条件，
所以庞加莱回归定理在经典力学里面严格成立。但宇宙满足这些条件吗？这里问题就来了，而且来得非常严重。第一个问题，宇宙是不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知道，宇宙在加速膨胀，可源自宇宙是有限的，大约是半径460亿光年的球体，这是光在宇宙年龄内能走到的最远距离。但是可源自宇宙知道，宇宙还在延伸，延伸到什么地方？我们不，宇宙总体可能是无限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庞加莱回归定理的条件达不到满足，定理不成立，宇宙需要回归。如果宇宙是有限的、封闭的，那定理的条件就可能满足，但还要看其他条件。目前宇宙学的起始观点认为，宇宙在大坐标上是外围的，相邻空间的曲率接近于0，这和无限的宇宙是相容的，也和有限但极大的宇宙相容。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定宇宙的总体大小。第二个问题，宇宙不是能量守恒的封闭系统，这个问题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在广义相对论里，宇宙的能量守恒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膨胀的宇宙从狭义上来说，不是一个能量守恒的系统，因为宇宙的膨胀本身涉及到空间几何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能量的本身就变得模糊，暗能量极大地让这个问题复杂化。因为随着宇宙膨胀，暗能量的边界在增加，能量想要凭空多出来了，这和经典力学里的守恒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宇宙不是庞加莱回归定理的封闭能量守恒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第三个问题，黑洞。宇宙里有黑洞，而黑洞与庞加莱回归在理上是矛盾的，是一个深刻而深刻的量子引力问题。霍金在1974年证明，黑洞会通过热辐射的方式缓慢地蒸发，把质量和能量以热辐射的形式释放出去，最终完全消失。这个辐射被称为霍金辐射。问题所在，霍金辐射是热辐射，是完全随机的，没有说明任何关于真空内部状态的信息。如果这是真的，那一个物体被吸进了真空，被吸走了，物体的信息就永远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就是著名的黑洞信息悖论。如果信息可以消失，那宇宙一起就是不可逆的。庞加莱回归定理的条件不会满足，宇宙永远不会回到原点。但是量子力学有一个基本原理，称为妖正性，也就是说量子态的必然是可逆的，信息不能被推理，只能被转移或者隐藏，但不能消失。西进如果推断出的信息就违反了量子力学的对称正性，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2019年，有几位物理学家，包括阿赫马德·阿尔姆黑里、尼玛·阿尔卡尼哈米德的合作者以及约翰·马尔达塞纳的研究团队，各自独立地在技术上给出了一些证据，表明霍金辐射在足够晚的时候确实提出了信息，信息没有丢失，吸管是很正的。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宇宙的中心是可逆的，庞加莱回归控制的条件在量子层面上是满足的，宇宙原则上会回归。但这个结论的完整论证目前还没有，仍然是量子引力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好，我们现在综合来看，庞加莱回归定理在一个经典力学相同的有限封闭的系统里是严格成立的，系统一定会回归。但宇宙并不是这样的系统，这件事本身就有争议，因为宇宙不是有限的，信息不是守恒的，吸管不是等正的。如果以上这些条件都满足，那宇宙理论会回归。但多个宇宙确实满足条件，回归时间也是一个完全超出任何物理直觉的巨大数字，或许比宇宙的年龄长，长到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述的程度。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需要说清楚，平等庞加莱回归是真实的，回归的意思也不是说历史会重演，也不是说宇宙会重新经历和现在完全一样的过程。回归的意思是系统的状态会无限接近于之前的某个状态，接近到任何小托盘之内。但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之间所经历的路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宇宙在回到原来的某个状态之前，可能经历了无数个完全陌生的中间状态。这些中间状态在宇宙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回归不是重演，不是说宇宙会重新经历一次大爆炸，然后重新经历一次形成，然后重新经历地球诞生，然后重新出现你这个人。看视频。回归只是说，宇宙的某个状态会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重新出现，但这个状态是通过什么路径到达的，完全是另一个状态。这很多人凭直觉理解的历史轮回完全不是一回事。历史不会重演，状态可以回归，这两件事不矛盾，但也完全不同。还有一件事值得说，就是庞加莱回归时间和宇宙的命运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宇宙正在加速膨胀，按驱动着这个加速能量，宇宙最终很可能走向热寂，一个均匀的极低温，没有任何结构的高熵中态。在热寂之后，宇宙里还有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主题都燃尽了，所有的黑洞在霍金辐射下蒸发掉了，剩下的是极其稀薄的光子、中微子，还有一些可能存在的极轻的粒子。就这些，散布在一个正在不断膨胀的越来越空旷的宇宙里。在炎热寂静的宇宙里，庞加莱还会回归吗？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宇宙的持续膨胀，粒子会越来越分散，相空间的有效体积在增大，庞加莱定理要求的有限相空间条件可能不再成立。如果宇宙永远膨胀，民族的人口越来越大，那所谓的回归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民族的回归永远在跑远，他们的应对越来越弱，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独立。独立的民族没有回归，他们只是各自在空旷的宇宙里飘着，没有任何理由真相。所以，宇宙的命运很可能是一个永远不会回归的热寂，而不是一个庞加莱回归的循环。庞加莱回归，在宇宙真实的未来里，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发生。这是理解今天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庞加莱回归定理在数学上是成立的，但它的条件宇宙可能不满足，而且满足回归时间也超过宇宙实际的时间。所以宇宙不会回到原点，不是因为定理错了，而是因为宇宙不符合定理需要的条件，宇宙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才发生回归。好，我们最后来整体整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庞加莱回归定理是1890年由数学家庞加莱论证的一个严格的数学定理。他说，对于有限封闭的能量守恒力学系统，系统的状态会在无限长的时间后，无限接近任何之前出现过的状态。这个定理在数学上完全成立，没有争议。但是，庞加莱回归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因为宏观系统的回归时间是10的10的23次方这个量级的 s， 超过宇宙的年龄，在任何实际的时间维度内回归不会发生。熵增量维度在实践中是铁律。宇宙是否满足庞加莱回归定理的条件，取决于宇宙是否有限，信息是否守恒，孔径蒸发是否妖正。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完整的答案，是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回归的意思也只是状态的重置，不是历史的重演。宇宙不会重新经历一模一样的进程，而宇宙最可能的命运是热寂，是在持续膨胀中走向永远不会回归的高熵状态。庞加莱回归在宇宙的实际消费内部发生没有机会。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那个数学定理本身，而是这个定理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有时候命题在数学上是正确的，但在物理上是完全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这件事可以同时成立。数学是逻辑的世界，它告诉你，如果条件满足，那结论就一定成立。物理是现实的世界，它告诉你，那些条件在这个真实的宇宙里不满足或者满足，你也等不到那一天。宇宙不会回到原点，不是因为数学错了，而是因为现实比数学更残酷。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毅杂谈，我们下期再见。